普最喜欢的字当然就是关税。那么关税它一波波不同的手段，不停的一直丢出来，最新连电影制作都要管。他说，如果好莱坞啊，现在整个电影产业被其他国家的人偷走了哦，从美国偷的哦，就像从婴儿手中偷糖果一样。所以如果是在境外制作的电影，要科100%的关税。但我们也觉得好莱坞现在电影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创意创新，但它的重点只是在于在境外生产就有问题嘛？那不知道川普各种的出手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停？看起来是没有停的意思。因为呢，像木质家具啦，还有各种什么床垫呐，这些突然他也关心起来，就是为了要让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家具产业再次伟大哈。所以呢，要把生意抢回来，因为这些生产呢都被大陆给抢走了，将对于任何不在美国生产的家具征收高关税10%到25%不等哦。那大陆呢，就是打打停停，互相双方谈谈啊，现在属于又要打一下再谈一下的状态吗？持续要打的叫做拒买牌，暂停采购美国重大的，包括大豆，本来已经要买了，现在看起来又停了哦。大豆还有很重要的牛肉，现在全部都停了。美国今年前7个月对于中国的农产品出口总额年减53%，非常的高。贸易战之下，大陆不买的美国牛跟大豆之后，澳洲卖翻了哈，澳洲牛出头天哈，所以整个出口的月额每个月是大概1.4亿，7月飙升到了2.2亿，到了8月呢是2.26，哇，直接增加了60%。整个澳洲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了3.13亿美元。我相信在美国的农民心里大概很酸，跟我们感觉不一样，但到底是帮他们呢，还是害他们呢？其中，川普对准的大陆晶片一波一波，尤其是中国的科技业不只是限制子母公司，连子公司海外的关联企业，通通都要查，避免有规避制裁的漏洞。大陆的晶片刚好相反，他们三反齐下，瞄准成熟制程。大陆的三反里头，从高端到成熟晶片一起反制。整场晶片战出现了个扭转变化吗？这些不管高阶或者是基础传统的晶片，都已经有自己生产的空间，不再被掐住咽喉了。其中，华为的创办人任正非下令，这个人是面临很大的关注，是因为余承东在 IRB 这个组织里头被认为是华为的大脑，一个非常有重要的前瞻发展的指挥中心。现在呢，这个指挥中心司令部呢，要让这个余承东再扩大权限来范围。瞄准的讯息被认为是华为把战略资源向 AI 智能汽车正在发出领域集中的强烈讯息，而且计划要把顶级 AI 的晶片产量要翻倍，让辉达原本这个想要两边押宝嘛，结果现在显然在中国大陆不太吃香了哦，被各种的管制底下，华为计划生产的这个2026生产的60万颗旗舰升腾910C 的晶片，是不是就可以完全的取代辉达呢？在中国大陆的地位会不会因此不保？外界正在观察。而人才，刚刚前一题也提到了一些，川普呢对于黄仁勋之间的关系，关于人才这个用法，意见恐怕不一样。黄仁勋最近走得跟川普很近，但看起来好像有点在天子身边总是很危险。突然黄仁勋说跟中国竞争可以，但不必对大陆的人过于严苛啊。他还点名说美国的对中鹰派摧毁外国学生追寻美国梦的管道，那以为是荣誉勋章吗？在这个鹰派身上，事实上得到的是耻辱勋章。一点也不爱国，甚至会妨碍美国的竞争力吗？结果川普的大将啊，这个首席策略长还巴农就强力炮轰他。中共同路人好熟，说黄仁勋是中共影响力的代言人，绝不应该允许他进入白宫，今天就应该被逮捕了吗？哎呀，大陆的慈禧人才其实刚好反向的走。川普把这个 H1 的高科技人才用很高的金额限制他们进去，但是大陆则是新推出 K 字签证，这是什么？对于非常有竞争力的这样科技相关的人才呢，用 K 字签证把这些离开美国被推走的人才到大陆去。赖老师。好莱坞的影片一直往下降，最主要是因为创意不多了，真的呀，因为都是老的东西一直在不断的炒啊，什么动漫的啊、漫威的那个不断的一系列，到最后大家都觉得看腻了，那么永远就是那么一套。这是我们影迷共同的心声吧？对，我觉得是普遍性的。那我们也看到 Netflix 啊，它这种很特殊的一个影业公司，从网络电视起家的，你看它在台湾拍的一些片子，
在韩国拍的一些片，在很多地方拍的片子都很成功。那请问一下，那到底是算美国的影片，还是算台湾，还是算韩国的影片？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到目前为止，他所谓的影片的进口出口的问题啊，这个坦白说，他目前也还是搞不清楚，因为这个影片这个东西最后是一个数据盒，这个数据盒不一定是我要带一个实体的东西进入你美国，我可以透过传输进入美国。那到底你说它是在美国制造的，还是在于海外制造的？而且我们都知道，电影产业更是全世界大分工。有些虚拟棚，或是有些动画，可能是在澳大利亚那边制作的。我们台湾有很多人才在澳大利亚也在那边做啊，都是跨国的公司，大家都分工嘛。就是一个电影，好的电影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它涉及好多个国家、好多的公司，大家分工，然后做出来，然后最后集成。我觉得这个川普这个可能要弄清楚，这个什么叫做美国电影或者非美国电影啊？这个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其实美国当时在煽动这个澳大利亚跟就是莫里森的时候啊，那时候跟中国大陆对抗的很凶的时候，澳大利亚中国大陆对于澳大利亚的牛肉啦、大豆啦，还有就是像龙虾不是都停止购买吗？连葡萄酒的购买都停止的时候，美国开心的不得了，拼命抢占中国大陆的市场啊。也就是说，龙虾你澳洲不能卖了，我的波士顿龙虾大量的倾销到中国大陆去，好了，风水轮流转，现在中国大陆停止对于美国那个下订单了，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订单跑到巴西，跑到阿根廷，现在美国人恨死阿根廷了，说我前段时间才帮你忙，你怎么马上就抢走我的订单？现在澳大利亚也拼命的在抢美国人的订单，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的农民来讲，他们是重灾户。那现在川普他一筹莫展，急得跳脚，因为这些农民他们已经很明白的直接跟川普说，都是你的错，因为你打关税战，造成我们今天我们的东西都卖不出去。好，任正非本身的这个 AI 晶片，其实我觉得黄仁勋是半导体的专家中的专家啊，他很清楚啊。他知道一个晶片一出来就会接受各种仪器的测试，他那个数据都是科学的。第一个，第二个，马上会送到各个公司，他们在做运用，看好不好用，接着看你的良率、你的成本多少。结果华为的进展的速度超出黄仁勋的想象外，太快了。他现在可以目标在60万颗，接着目标在明年到后年要到150万颗，这一下子整个的扑上来，这代表什么？代表大陆解决了良率的问题，良率越高，它的成本就越低，利润就越大，代表它解决了良率问题、生产量问题都解决了，这才几个礼拜啊，才几个月不到啊，所以对黄仁勋来讲着急了嘛，因为他等于是失去了整个中国大陆市场。被华为，那华为被养大了，华为养大，现在连光刻机都已经可以不用 ASML 了。那你想想看 ，ASML 也跳脚了，紧张了，因为订单没了。那这个情形下，美国的封锁很明显的已经是彻底失败。大中老师看到川普的政策一波又一波，就是说要把美国再次伟大起来，关税磕啊磕，真的可以让美国伟大吗？因为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啊，我觉得看到他用字遣词，大家应该很熟悉。他现在讲是说美国的电影业好莱坞又被别人偷走了，好像是婴儿手中的糖被抢走。那之前讲的是美国的对美国的船运界也是一样。那最早讲是美国的晶片产业被人家偷走，包括被台湾偷走，所以它是一贯的逻辑啊。所以他现在把重点又锁在这好莱坞，我觉得是一举两得。第一个就是他又在说让美国再多伟大，那这是希望能够争取他的核心支持者的支持。第二个，其实他也在打他的政敌加州州长纽森，因为我们知道。过去一直好莱坞的重镇在加州因为好莱坞有非常耳熟能详的，不管是派拉蒙啦、华纳兄弟啦、迪士尼等等，而且大家不要忘记，多少年以来我们一般会认为说，美国的影视产业包括电影是美国软实力的最高阶的表现，而且它对其他国家影响是无远弗届的，而且是无声无息的，慢慢在攻城略地。
但是我们也知道，就像刚才所说，这几年来啊，美国好莱坞的这个状况是没有那么的好，吃老本啊，对，都一模一样的题材重复拍。第一个是哈，它每年还是会有上百部的作品出现啊，但是它在全世界的市场的氛围，从最好的时候啊，比如说20年前90%，现在落到将近只剩下7%。那其中是被谁给掠夺这个市场？当然是中国大陆，它的影视的这个发展。那还有就像刚才所说，影音的串流也是一个重伤。第三个是劳资争议哈，包括好莱坞前阵子的大罢工等等。所以呢，其实也不是从加州移转。包括美国本土的很多都市啊，纽约啦，包括德州等等，已经是部分的一些电影工作者已经往外转。那还有早就是包括加拿大、温哥华，包括英国、爱尔兰，包括一些东欧的国家，包括澳洲、纽西兰，其实都已经是好莱坞这个原本好莱坞这个制片的地方往外走。那就像刚才赖老师所说，因为电影这个产业本来就是一个全球分工，它也是个产业链，所以当川普现在锁定说美国境外制作的电影要课100%的课税，其实很多美国的电影人就说要怎么去算，什么叫境外制作，这个标准到底在哪些？而且境外制作那它很多的票房其实就算制片公司的总部其实在美国本土。那当你要对其他的国家要开一些所谓你的惩罚的时候，其实这后面的是非常非常很复杂的因素啦。所以现在川普把他的这个注意力又暂时转到这好莱坞，转到电影工业，我觉得他有背后的算计。第一个是打纽森，加州州长；第二个民主党的州长，因为的确目前是民主党的这个比较有可能去挑战川普，不应该挑战下次共和党总统候选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可能的人选之一，所以一举两得至少。地方委员，其实这是关键时刻 ，AI 影响了人类未来的发展，但现在美中这种对抗的方式却是相当的相反的一个走向。对啊，而且最重要了，你看一下中美这种斗争这样子下去，而且最主要还是美国出了牌，你一直逼，一直压，一直逼，一直压，一下子就好像摸头，好像握手。等下又背后又下毒手，而且不是背后，是明目张胆的就这样压下去。这种如果你是一般的国家，你可能就觉得说反正美国这么大，就被他压了。像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这么强盛，这么强硬你要硬压它不是很容易。我就担心说，这两强之间这样斗争会冲击到我们的地位因为他们两个之间这样斗争，美国一下子拿台湾当筹码，对不对？一下子拿台湾可能当牺牲，因为中国大陆愿意让步的话，我卖台湾的武器就少一点，我就少支持他一点我可能就讲说我不支持台独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变成这两强在斗争，一个离我们很远，但是很强大，一个就在我们旁边，我们其实要非常的小心你知道中美之间会不会真的打起来？我一直认为机会不会很大，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有核子武器，他们的核子武器只要拿个10几20枚出来打的话，这个世界就乱了，整个地球大概生态就要被破坏得很严重了。所以我觉得他们两强之间打仗的可能性不是很高，但这个会不会冲击到让两岸关系之间也变得更加的紧张，更加的对立呢？我刚刚讲过，有时候美国就把我们当筹码嘛。那这样子的话，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那种好像刻意要跟中国大陆对立的那个形象就会变得越来越浓。何况我们自己人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这个政府有时候还犯错，说了一些没有必要的话。那这种敌意慢慢上来，中国大陆可能觉得我要打压，我要减压，我虽然对抗不了这个美国，我就在台海这个地方，我就来动动我的拳头。那这个地方呢，总比我到更遥远的地方跟你美国对抗要容易得多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两岸之间未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很多，这是我一直担心。所以我们现在要小心翼翼。有些人像民进党就觉得说你中国大陆跟美国，你们两个对抗越厉害，对台湾越有利，对台独建国越有利，最好你们两边都打起来。我告诉你，千万不要这样去想对不对？这个明眼在国际政治，现在每个人都晓得，两只大象在和好的时候我们会很倒霉，两只大象在打架的时候，
我告诉你，我们搞不好更倒霉。所以不是真的打架，而是在斗争的时候，我们夹在中间，我们就一点不好受。至少美国就叫你买武器啊，你要买多一点啊。然后呢，你这个晶片，你这要让步，那要让步。你如果不让步的话，那中国大陆如果打你的时候，我也不理你啊。所以我们是很直接、很大的受害者。千万不要把中美之间的斗争当作是我们的利多，绝对不是利多。美国对于移工正在加大限制措施，连日本最近引进了一些5万名印度的人才到国内，各个国家都有缺工的问题，像台湾也有啊。结果想不到却爆发了反移民的抗争吗？多地的各地都组织了一些规模不同大小的反对移民的游行啊。日本宣布的这个所谓5万名移工引入的政策呢，也引起了非常多不一样的意见。但美军现在今天时间应该在台湾时间的这个他们的白天即将要召开的一个大会，就是把全球各地的军事将领统统找回来。到底川普要做什么？这个即将公布的国防战略，在一些外媒的报道里面却蛮忧心的鉴于川普在外交政策上高度个人化，那又常常是互相矛盾的。那这次军事国防战略要谈什么？很多美军高层都认为这个战略计划可能会相对的目光短浅，而且可能不具备实质的意义。失望的情绪正在日益的升温，所以要把美军这些官员招回来要干嘛？是要有一个新的军事政策吗？还是要有一些新的这个做法？大家都在想，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在会议之前呢，有一个大家认为叫做神秘事件美军神秘的空中加油机群飞越大西洋去哪了呢？这12架美国空军的这个同温层加油机正在飞往英国的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五角大厦消息人士匿名指出，这次的部署带有不详的意味。川普要做什么事情，大家都很难猜测，而且总有觉得不安心的可能，到底是做什么？因为他又把军人通通招回去，所以很警惕的是，美军在韩国部署的这个是看得到的，就 MQ 无人机，过去曾经到韩国参加演习过，但很少见的是这一次直接在南韩部署，成立了部队，同时呢也有更多的所谓的铁穹防空系统在南韩部署。那么五角大厦目前说被曝光在南韩部署这些美版的铁穹之称的短程防空系统，专家就分析认为，这个都是针对大陆而来，在该地区域发生冲突的时候可以快速的反制。那么，甚至五角大厦也推动飞弹产量倍增，因应未来跟中国的潜在冲突。因为这次的这个国防战略计划，美方看到的被认为恐怕是要把这个战略重心从抗中移回到美国本土，甚至西太平洋。可是同时又在倍增产量，到底是要在因应什么呢？因应本土的可能冲突吗？美国智库甚至预警美国空军已经沦为史上最弱吗？当前的美国空军是这个智库形容的历史上规模最小、机龄最老、战备最差的部队。那整个能力、容量跟战备的状态全面的正在往下走，而且已经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生存性危机。所以这个分析还认为，大陆正在快速的超赶当中。而现在看到大陆的部分，解放军的加速超赶福建舰绝对是一个关键。福建舰的海事超出预期，大陆的学者形容这个美军成为免费陪练也是一个关键，因为一天到晚可能在附近这个巡航啊，互相的对峙啊，反而成为解放军的免费陪练吗？福建舰的弹射，很多军事专家谈起来都非常的觉得哇，快速让他们觉得很惊奇。但到底影响是什么？央视的分析认为呢，整个是在整个航母弹射型的实现多型先进舰载机的电磁弹射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甚至标示着福建舰具备电磁弹射跟回收的能力的时候，就为航母战斗提供更长的预警时间，提高拦截率。因此，美中现在的这个不同的差异正在产生。不知道川普今天马上要开会的这个全球的军事将领招回来，到底要做什么就是了。赖老师，一口气把国内外的所有的准将以上的将官全部都召集回来，到这个海军陆战队大学的一个礼堂，坐在那个地方，到底要干嘛？而且呢，已经越来越明显了，说开会的时间就有1个多小时啊，可能也不会超过半天了。那各位想想，劳师动众啊，全世界的海外的基地的军事指挥官，
全部都被叫回美国来，是有什么大事发生吗？没有人知道。目前我们看到，不管是从川普到副总统，一直到国防部长，都在轻描淡写例如说，川普说：“我只是要来跟他们讲，我爱你们你们爱我，我们一起为美国加油吧。”然后这个国防部的副部长他说：“我们我要跟他们讲的是战士精神。”一个40几岁的年轻小伙子，对于一个常年的在军队里面服役的，都已经升到将军了从准将到上将的，你要面对他们来讲战士精神。这个对于很多将军来说的话，内心里面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就是说我的职业、我的工作、我的这一生就是奉献给军队，你呢去当这个名嘴、当主持人，结果你一下子变成国防部部长，你要来跟我讲战士精神，我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听起来。好，范士又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也不过就是把大家找回来嘛，大家聚一聚见见面。不过其实很多美国的将领都在想，这个赫格塞斯有说过，上将要裁掉20%，少将要裁掉10%那这些人是不是在这一波中不会现场处理吧？对，会不会在这一波中就告诉你说你不用回去了你不用回办公室了，回到家你的办公室的东西都给你收干净了？我们不知道。有人又说他要讨论这个国防战略，新的国防战略报告，可是讨论不可能。为什么？因为1个多小时，800多人，一个人如果分配讲1分钟，就要800分钟嘞，800分钟要10几个小时，怎么可能？而且才说召开60几分钟的会议，那不可能的事。所以应该是直接宣布说，我们这个国防战略报告这个会这样做，对，下达命令，我们会根据战略指导来调整海外的驻军跟美国的驻地，然后根据新的驻军驻地跟它的功能角色，我们要把它的编装做调整，有的要缩编，有的要裁编。那么因此有些从原来的上将要调为中将，有的是中将调为少将等等，以此类推，有可能是要做这样的一个宣布，我们不知道。那反正今天就知道谜底了，明天大概新闻就出来了那大家就会了解了。美国现在的空军，因为原本美国一直认为它的空军占有优势，那就是因为它的 F-35。可是现在美国的空军出了问题了，第一个就是 F-35的量产不如他们所预期那样的一个速度，第二个就是 F-35本身的维修率、故障率偏高，所以美国的空军的参谋长自己都承认了，他说我们的 F-35的出勤率就50%，也就是说我一个连队有60架 F-35战机，但是我有30架它一直飞不起来，因为它要维修。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比例呢？最主要就是因为 F-35太复杂，所以它的维修很困难，需要的时间变成拉长了。第二个，它很贵，那你的预算能不能到，你的零料件能不能到，都不能够完全给它的话，那它的维修时间就变长了，所以它可用的战机就变少了。相对来讲，中国大陆的歼20，各位看到100架、200架、300架这样的一个量产，这个造成了美国空军他们自己在做比较的时候，就发现已经形成反差了。我觉得美国现在唯一还有占有的优势，就是海军的吨位超过中国大陆。我讲吨位，而不是新战舰的数量。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召集这个美军各地的高层回到美国，其实台湾时间今天，美国时间，他们到底聚会要做什么？有很多很担心的声音。对，很多不同的揣测当然有一说是可能跟马上就要出炉的这个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相关是 NDS。那不过这2天美国的媒体华友有一些报道，其实还蛮特别，很有趣。他意思是说因为根据目前的披露，感觉起来新的国防战略报告会更偏重美国本土的防卫，更偏重西太平洋所以部分的美国将领，包括退役的将领有一些维持因为里面的重点可能是美国不想要卷入很多地区的冲突。
但是，一般我们过去认为说，哈，包括美国现在副总统潘斯，包括国防部里面要角，都是希望把美国的重心从中东、欧洲转到印太地区。而这份报告所呈现的，可能是更加包括重视美国的边界。所以，包括它里面提到说，包括现在的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啊，这凯恩都出来讲话。我对这一点我是雷达就起来，因为凯恩基本上是川普要任命他的。当时大家还有印象吗？他是已经退役的空军3星中将退伍，但因为川普在2018年见过他1.0的时候，因为他那时候在伊拉克，这位将领早期是 F-16飞行员，后来变特战部队的指挥官。川普喜欢他，所以排除众议，让他提名他为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然后恢复现役，然后变成4颗星，参院通过。如果连他都对目前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有意见的话，其实是不是一个小事情？所以这里面就要看美国目前马上就要出炉的国防战略报告，因为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没出炉，最高阶，可国防战略报告先出炉。里面根据媒体报道，的确还是会有一些是提到中国大陆，聚焦在台海，但是呢，他不太注重美中的那种大国的战略竞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些部分的美国将领，假设凯恩也在里面的话，他提出一些警讯、跟不安、跟不解，这个就是有点让人家有点匪夷所思，或是非常好奇，因为起草这部国防战略报告的，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官员啊，科比对，应该就是国防部的第3号人物，所谓的政策次长，而且后面跟副总统潘斯、副总统范斯关系非常非常密切。和另外一方面，假设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对这个有意见的话，他后面也是川普的信任啊，非常在意的将领。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哎，这个才。美中在军事上面的各种军力的竞争，现在产生了一些扭转性的变化。当然，最近美军的大动作是川普把人找回来，大家都在看到底要发生什么事了。我是觉得川普有这个意愿了，赫格塞斯也想要立威了。赫格塞斯也知道，川普自己也知道，其实赫格塞斯这位国防部长，大概历来最不被尊重的一个国防部长。你看他参阅的那个听证会。要确认他的提名那个听证会上，你去看，那参议员有时候批评他，批评的真是很难看，而且他真的是很有问题啊！不要讲说他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这个什么赫战功啊，或者是他有很高的这种军事的这种素养啊，不讲这个，他有很严重的酗酒的问题。2020年的时候，他付了5万块美金给一位妇女，为什么？因为他妇女告他说他有性侵啊，性的攻击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难为情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所以你去看参与那个听证会，这是蛮难看的，你知道？所以我觉得他有多少有点想立威。我知道你们这将军们都瞧不太起我，好，我要去叫你过来，不管你在印度洋、你在太平洋、你在非洲，你全部给我回来。好，我觉得川普也鼓励他这样干了。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知道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委员，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来看看几个消息，关于人才的流动。美中在各种的对抗跟谈判同时并进的这个时候呢，一些人才的流动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像最新有个新闻是，普林斯顿大学一位中国大陆的学者哦，他是在26日报道被发现突然在家中去世了哦。那这个李浩然呢，是最近才刚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在学校还担任博士后研究员，但是死因等更多的细节尚不清楚。单一的事件不觉得奇怪，但是就是因为包括了这位死者之外，过去4年之内哦，已经有包括了8起的学生或研究员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在学校里的死亡事件，其中还包含了4起疑似是自残的这样的案件哦。到底怎么回事？外界有很多的联想，因为川普的各种政策对于移民到了当地做这个
研究啦，那或者是人才的运用，学校的学术工作呢，都有很多的限制，甚至是严苛的条件。因此呢，从2024年以来，根据CNN的报道，至少有85位这么多短短的时间之内，85位在美国工作的科研人员已经全职加入了中国大陆的研究机构，其中一半都是在2025年做出的决定哦。因为涵盖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啊，不管物理啊、NASA 工程师啊、生物科学家、数位人工的相关的专家啦，通通都跳槽了。为什么？那跟美国的很多的专业的政策限制很有关系，对于移民的各种的限制跟歧视。所以美国喊晶片55分这件事情，台湾听了心很酸。到底要怎么个搞法？我们看到了最新谈判代表郑丽君副院长到美国去谈第5轮的关税磋商，我们持续还是不知道到底谈到哪里了。但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讲出来的话，大家听了真的是心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所谓的55分讲得非常直白，要台湾把这个所谓的晶片生产至少有一半要在美国生产。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说，这个是美方说法，不予评论，会审慎以对。总统府也没有回应。今天卓荣泰在立法院是承认了，的确现在正在谈，但是美方要的可是很多啊。最近说这个台湾的大案子马上就要谈下来了，很多啊，台湾的大案子大 big deal， 然后什么一大堆的这个关于晶片的科技，看起来台湾必须剉咧蛋，因为现在是说是不是会并232条款一起处理，232调查结果会如何？我们可不可能以科学园区的模式去美国投资？因为这个投资要达到55分，真的是难啊！因为呢，美国抛细盾这个概念，觉得把这个风险通通放在台湾晶片、台湾生产不放心，所以呢，都是为了川习会暖身。其实跟美国要缴保护费才能保护台湾，川普的论点是一致的哦。尤其川习会马上就要登场，是不是也是给台湾的另外一种施压？也是跟美国的bargain，所以川普希望台湾能够搬半数的晶片供应美国，尤其生产力要在美国，各种的报道都认为不合理。像这个外媒就认为哦，在美国目前生产晶片的，而且是比较传统晶片哦，才1成这样的比例，突然要拉到一半以上，5成以上，那台积电2024年资本支出300亿，好，等于说我们要用5个年度的资本额去支持，去在美国建厂，因为只是初步的初规模的投资，根本不可能，还要把产业链整个拉过去才行。所以外媒认为不合理，别指望。但他如果硬要我们做，我们能怎么办呢？那么喊出55分的这种假狼告稿哦，也传出最新我们国造潜舰，国防预算还是很高啊，我们 GDP 这个赖总统不断保证会到5以上啊。黄珊珊证实了他哥哥哦，在潜舰的这位这个顾问的职务，现在确定已经请辞了哦。他说呢，因为家里有一些事情耽误了，请辞是基于家庭的因素。他是国造潜舰的推手，但在这个时间点离开，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海鲲号上一次出海的浮航测试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3个月了，本来预计要在11月理论上要交付才对，但是现在连9月都还没有完成任何的海测的话，显然整个潜舰的测试都没有完成，也没有办法如期如职的交给海军。现在有个人突然又出现了，上一次在选举的时候一直追着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啊、国防委员会的人说，哎呀，如何有各种的问题，后来选民代也没选上，现在突然出现了。他现在公开的还开了车子到海军门口去抗议，说现在海鲲号出海啊，根本就在做暗测，甚至还要靠无线电对讲机才能下达指令，根本不是完整的战斗系统。他甚至质疑啊，海鲲号的整合管理系统都出状况了，有问题了。那甚至现在本来已经要换成英国自主机，什么都必须要更改设计。先前已经定好的船壳也必须作废哦。郭喜直接扬言，海鲲舰已经玩完了，寿终正寝。海军司令部回应，这是郭喜的个人言论，军方不予评论。还开发财车去海鲲号门口说要帮他送终了哈，还要海军司令部的他说是唐华是罪魁祸首。是他造成了这样的整个进度还有破坏，让他一个完全没有专长、没有任何知识、要抓大权的人，让计划迷航2点。有一个分析是这样说的：说2个臭脾气的上将，到底潜舰国造谁的算？谁说了算？当黄曙光碰上了唐华，就是现在最后不了了之的下场嘛。委员，潜舰这种东西啊，这个就是说很让人家扑朔迷离，现在变得扑朔迷离。
其实我们都知道，你要造一条潜舰，像我们自己从来没有造过潜舰，我们只有拥有潜舰，但是不会造。那现在你要把它造出来，而且就这几年的时间把它造出来，坦白讲，这个压力是很大，是没有错哦。所以我们不忍心多做批评啊，只是说黄曙光在这个时间点，这个请辞会有一点怪，因为你现在都马上就这个海事嘛哦，然后这个他们也一般认为说，这个最多这年底应该可以交船嘛，完成这个潜航嘛。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走路已经走这么远了哈？这个行百里半九十，已经走90多里了，你剩下这点时间为什么不把它走完呢？哦，这个就会让人家觉得是什么因素？是政治的因素？他妹妹说是有家庭的因素，那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因素？实在是不晓得。不过郭喜啊，这么大的动作这样闹哈，他们是不太寻常。我讲个真话哦，你说这军事采购哦，3个军种里面问题最多就是海军，好。这个尹清风命案，我们大家都还记忆犹新。你现在又搞一个潜舰，又搞这么复杂，而且郭喜动作做的如此之大，是为了什么？开个发财车，你到海军总部去踢馆，开唢呐，然后你说这个国造潜舰已经寿终正寝，这对海军是很大的羞辱。坦白讲，对行政院、对总统府、对总统都是个非常大的羞辱。好，你这样吧，好好的调查一下，究竟问题在哪里？好，因为按照这种郭启这种讲法，就是完蛋了嘛。他讲嘛，我跟这个黄曙光哦，黄司令，我们是打球一样打上半场，我们赢了10分，下半场我们没得参与了，我们2个人都摆平了，没有办法参加了，结果就输了30分，讲得这么严重啊，是不是这样子呢？不过你一开始哦，这个我就不是很看好他的原因，就是说这一定是个杂牌军了。好，因为美国没有要帮你们，美国后来只说战斗系统我会提供你，其他人自己去找。美国自己也不造传统潜舰了，拼装的系统。对，一般人认为说他造核子潜舰，他怎么不会造传统潜舰？他传统潜舰的那个生产线整个都拆掉了嘛，他要重新为了你这个8条的潜舰，他重新开生产线吗？他划得来吗？划得来，他一定要跟你要很贵的价钱，你可以接受得了吗？当时我在立法院的时候，美方来讲就大概一艘就大概10几亿美金嘛。那时候核子潜舰一艘才20亿美金，他一艘普通潜舰柴电潜舰就要给我们要10几亿美金呢。所以我当时为什么潜艇决议文里面是我起草的，我上面讲就是说，我们干脆2艘在美国造，6艘呢再回到中船，由美方来协助我们来建造。这个是一个比较安稳的，因为我在想，我们如果说自己要跳开美国，或美国故意闪开，我们自己硬要去推这个潜舰的话，就会遇到现在的局面。你知道这里偷一点，那里买一点，然后这里这个跪求一下，这样子，你弄到最后就是个联合国，讲联合国还不好听，一个杂牌军。你看郭喜自己讲啊，譬如他讲这个，他讲那个载台。这个 IPMS， 他说呢，这个载台的指挥系统呢，是讲印度话，然后呢，装备听得懂的却是美式的英文，所以呢，最后只好说拿着这个对讲机，好，这样下达命令，不是有系统下达命令，是人在那边讲，然后这样才能够沟通。我不晓得是他讲这是一个比喻，还是真的是讲印度话。好，那就表示这个不是然后他又讲到这个所谓的主机的问题，讲到瑞典的主机的问题，讲到英国的主机的问题，这个就是真的是杂牌军了。那这样的你要去整合的时候，你就遇到非常多的麻烦，可不可以解决？我认为最终可以解决，只要有钱没有办不了事。问题是你愿意付出多少的钱出来，对吧？而且付出这样多的钱，究竟这是不是一个好的主意，好的一个计划？所以我是希望就是说立法院赶快成立一个，你没有调查权，但是你有文件调阅权，就成立一个像以前达侦案，我们就成立一个文件调阅委员会。你立法院不要在那边睡着了，赶快做这个事，
监察院我是不太相信他们了，说老实话，因为绿油油嘛。可是你们监察委员如果有良心人出来调查，我觉得也无不可。最重要的，我希望国防部你也不要让海军说你自己成立一个调查小组，加入民间的学者专家啊，造船的这些专家，然后你们调查一个，好好的去调查一下，然后让国人了解。或者你说一艘潜舰花了500亿，后续你还再造7条。按照郭喜的讲法的话，你一条原先后续大概每一条400亿就可以造出来。他说你现在这个主机要换，从瑞典的换成英国了，所以呢，你到最后呢，你400亿大概完不了，没有办法完工，你可能最后就是500亿啊，可能到500亿，这就是全世界最贵的柴电引擎啊的潜舰了。是，那老师怎么看？现在我们的谈判代表再度说第5轮即将要进行磋商，但美方讲得很直白，要5-5分整个台积电的生产供应链。美国政府，尤其是有决策权的这位商务部部长卢克尼特，他就直接明说了，也就是美国人要什么，他不是只要1座台积电、7座台积电，他是要台湾整个半导体1半的这个生产能量到美国去，这个就包括了我们的 IC 的制造，也包括了我们的晶片的代工，台积电全部都要过去。也就是说，你至少要拿1半到我这边来。为什么？因为我美国的晶片95%，不管是手机的，或是汽车的，或是其他的 F-35战机的，我所有的晶片几乎都是从你台湾来。那以解放军现在的力量，跟他现在的实力，还有他现在的意图，他本身有意愿也有能力把台湾拿下来。那我们美国已经基本上战略已定了，也就是科比他的国防战略报告书里面已经讲得很明白，美国不能够卷入台海的这场战争，因为美国打不起，打不赢，也不能打，所以我们美国人不能够进来打。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对于这个鲁特尼特来讲，他就讲得很明白，那我为了我的安全，也为了你台湾的安全，你要给我1半。那我就不太懂，那为了台湾的安全，什么要给你1半？台湾凭什么要给你1半？欠你什么的？我们看看，我们1年的总生产额就是7600多亿美元，我们的 IC 产业的生产1年就是2020年，也不过就是1100多亿美元，然后代工也是1100多亿，再加上其他的半导体，我们不到也快要到3000亿美元，所以等于是占台湾的 GDP 的总产量快1半嘞。就单半导体的产业，3C 产业都占到1半了，那这个也都是我们台湾的命根子。台湾的这个命根子是怎么打造成为台湾的晶片王国？其实还不就是从蒋经国时代，从孙运璇、李国鼎，再加上台湾有多少理工科的学生，他们卖肝，他们爆肝，然后不断的在那边台积电在半导体中工作，几乎是24小时轮班的不眠不休的努力。经过这几十年，我们才累积出这个技术。不要忘了，过去美国是半导体大国，德仪也好，或是其他的，他们基本上半导体都在美国生产制造，设计、生产、制造都在美国。为什么一直在迁移走？因为我们台湾更有竞争力嘛，我们台湾可以做出更便宜、品质更好的，他们当然就移到台湾来做代工了嘛。他们免得他们要养或是培养那么多的工科生，而且美国的工科生越来越少，去愿意做这个的也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台湾人卖肝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结果你今天你美国人说，哎呦，如果大陆一旦统一了，那我们就没有晶片了，我们的晶片就等于是整个掌控在中国大陆人手中了。那这样的话，我们要跟他谈判，我们就更没有筹码了。那所以不行，我要拿1半。坦白说，凭什么？但问题就在于，民进党政府怎么可以如此的不透明，不让我们知道任何一件事？我们厂商被蒙在鼓里面，我们的立法委员被蒙在鼓里，我们的所有的民众都被蒙在骨头里面。那这样的一个情形是对吗？可以这样做吗？民进党政府公开透明不是你要求的吗？大仲老师，这个美国商务部长这卢特尼克
的讲法啊，其实是这次讲到已经非常鲜明了，赤裸裸、很直白了啊，因为他不是第一次讲这样的话，他其实8月份的讲过。可是我们如果对照一下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讲法，其实两个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在唱黑白脸了，其实口径完全一致。川普也有类似的讲法。那这个贝森特讲法是说哈，这个希望这个产能啊，这个高阶晶片能够至少慢慢从30%、40%移转到美国。那卢特尼特的讲法，他是在上礼拜接受媒体的访问，所以我们都看得到那些镜头，也看得到那个文字。他基本上的讲法就是说哈，这个第一个他也批判了台湾，就是说你的想法会不会太天真啊？是不是自我感觉良好啊？对于美国来说哈，怎么会容忍一个台湾掌控所有高阶晶片的这个生产98%，而且台湾距离中国大陆他说80英里，对，但是距离美国8500英里，这个讲法跟形容词他也不是第一次讲。他说这样的话是很不健康的状况，所以他们要拨乱反正，意思是台湾必须要交出这高阶晶片产能到美国手上，至少是一半，50%跟50%。那其实，在对比，其实川普在1-2个月前也讲过，他讲半导体的这个瞌睡的问题。那也讲到说，现在又讲到说，未来这些输入到美国的电子产品要看这个晶片里面的晶片的这个比重如果没有至少一半是在这个晶片是在美国生产的，也要课你高关税，所以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全方位这一个做法。那意思是说我们应该要很快要做个心里面的建设，就是我们讲了多久的细盾当初是台湾非常引以为傲，甚至有点沾沾自喜了。我们有细盾，我们有护国神山，所以这是我们安全保障的来源，因为美国不会弃台湾为不顾。但是如果从贝森特、卢特尼特的讲法，他是完全从美国角度思考，他怎么会容忍这个地方是完全仰赖于台湾？所以他这次讲的非常非常的赤裸裸所以他里面还讲到一句话说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最后至少40%的高阶晶片的产能要在美国本土制造，或是转移到美国的盟国，包括日本跟韩国，这里面呢，我们需要5000亿美金的投资跟花钱，所以这就是他对媒体讲为什么把台湾放进来的原因所以我相信这个郑丽君这一次去，我觉得是面临到多重的考验跟压力了。有232，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让对等关税不叠加，而且要降到15%，但这就是美国要你拿到了5000亿美金的投资，美国不会自己花钱，一定是要算在台湾的身上。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讲，我们应该是谈判面临到最后的关键关头了。最后的结果，我觉得真的是不能太乐观。第5次的对话就在美国，马上就可以看到结果。贝森特、卢特尼特已经预告了。我们真的是只能产业一起惊心动魄的等结果嘛